爹，我已经离开一家了，您不能再逼女儿了。不是爹要逼你，是他们一家的人要逼死你爹。我活到这把年纪了，只有你弟弟这么个儿子，如今却让易连胜给杀害了。而易连胜，他现在更想要的是你爹我的这条老命。他分明就是要毁掉我慕容家的千秋大业，我拼死也要踏平江左，为凤儿报仇。爹，其实我弟弟的死跟仙桥没有关系。住口！你忘了，你只有这么一个弟弟，我们誓死都要为他报仇，所以你必须要签字离婚，然后改嫁。您要夺您女儿的性命啊！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这条命本来就是属于我们慕容家的。给我签！签！签！我不能！签！ For love, I will sacrifice my life. For liberty, I will sacrifice my love. 二少奶奶，吃点东西吧，吃了对身体好。这2天有没有二少爷的消息啊？这，二少爷他不会有事的，你放心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。云溪一个人在外面，也不知道吃的怎么样，住的怎么样。我这颗心啊，就总这么悬着，放也放不下。其实你也别老担心他了，孕妇不适合总待在屋子里，应该多出去走动走动，这样对胎儿大人都好。哪怕在院子里走走也好啊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是。云溪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你都已经快要当爸爸了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一出生，他就没有爹。孩子，你爹还真舍得我们，就把我们母子俩就这么扔这儿了。云溪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蛇打7寸，但这个慕容晨可不是一条好打的蛇。还有一个人可以救他。谁呀？你。三少爷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就别再开玩笑了。只有你可以救他，除了你，也没有人可以救他了。就算天翻地覆，我也要我二哥平安。易连胜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俗话说，这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所有人都以为我要逃出府远，可我偏偏就留在府远。你知不知道你杀了慕容峰，所有人都要替你去陪葬？
我知道，但是为了打乱整个江左的平衡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什么平衡？你这样做简直就是玉石俱焚。本来我以为你动一颗棋子就整盘棋局，结果呢，你把整盘棋都掀翻了。然后你打算怎么办？既然这棋盘没了，棋子洒了，我就重新开一局，重新立规矩。等到慕容晨打过来的时候，就是我在戏台上重新亮相的时候。你觉得事到如今，你还能从头再来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当然，李重年、慕容晨和易继培这3个人可以在芝山坐下来和谈，可唯独江双喜和慕容晨之间不死不休。你可知为何？据我所知，他们有灭门之仇。没错，当年江双喜叛逃出成军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一夜之间被慕容晨公开枪决，尸体在城门楼上吊了3天3夜。所以这就是这2个人永远不可能坐下来和谈的原因。更何况，这慕容晨雄踞中原，可江双喜呢，只能躲在西北的苦寒之地。试问哪一个着眼于天下的英雄，心甘情愿地龟缩一隅？你是想和江双喜借兵？没错。如果慕容晨攻打江左，那我就来一招釜底抽薪，借刀杀人。只要江双喜不甘心被慕容晨一直压制，那他这把刀就可以为我所用。你凭什么认为他会相信你？你要知道，易家和慕容家当盟友的时间可比当敌人长得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这盟友啊，只不过是没有卸下伪装的敌人罢了。只要我的条件够丰厚，那江双喜就一定会借兵给我，而我也有资格跟他们谈条件。你已经和江双喜接触过了？没错，不过准确的说，是奉了大帅的命令去做的。多年前在前平，我跟江双喜有过一面之缘，互相约定共谋大事。若慕容晨攻打江左，这江双喜就可以趁机东进。只不过当时我年少轻狂，觉得此等手段不够光明磊落。可现在看来啊，这江还是老的辣，看得足够深远。慕容晨之所以坐下来和谈，也是因为顾及到背后的江双喜。现如今，这慕容峰死了，慕容晨一定会挥师江左，而我就可以跑到西北，跟江双喜见面，助他一臂之力，夺取中原。我不明白一件事，你为什么要明目张胆杀了慕容峰？你明明可以嫁祸给李重年或者易连凯。闵小姐有所不知，我跟江双喜之间虽有约定，但毕竟是多年前的事情。现如今我要找他，总要纳个投名状。如今整个江左的人都知道，是我易连胜杀了慕容峰，到了江双喜那边，我也好说话，不是？这算盘打得真好。不过，现在整个福远都在找你，你怎么去西北？我有你在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把你交出去？我可是李重年的人。如果你要把我交出去，那李重年一定会把你拖下水的。为什么？现在慕容峰死了，你把我交出去，我就可以趁机昭告天下，说是李重年派你协助我杀了慕容峰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是我的同谋。那慕容成凭什么相信你呢？
想想看吧，慕容辰唯一的儿子死了，他的神智早就被怒火所烧光了。你以为现如今的慕容辰，还是那个风光睿智的成军大帅吗？真是有勇有谋，无情无义。我以前看错了，你才是最厉害的人。闵小姐并没有看错，只不过现如今的我变了。从前的我顾念的事情太多，束手束脚，成不了什么大事。可现如今的我看开了很多，抛开所有的顾虑，这天下没人能挡我。易连胜，你真的能抛下所有牵挂？易连胜、张锡坤残留的部队已经被全部收编了，交由江敬义来妥善处理。这张家在抚远政坛一向扎根颇深，你这一下就抓了张锡坤和张林芷，人家张家人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有反应又如何？现如今战事一起，谁手里有兵权，谁就有说话的权利。易家给过他们张家联手说话的机会，是他们自己不要。那好，以后张家就再也不用说话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打着张家的主意吗？政客当然不是用来打仗的，是用来安抚民心的。张锡坤是福州的主席，你把他打入了大牢，那现在政府谁来主事？这主事的人是否又能独当一面呢？这一点你倒可以去问我大哥。原来政府上主持大局的是大少爷，那可是太好了。不过呢，这段时间可就要辛苦他了。抚远刚刚遭到了炮击，如今又大战在即。如果抚远再掀起难民潮，激起民变，那么我们这些官兵将如何在前线安营扎寨，静候敌军呢？姚市长，这一点您可以尽管放心。我大哥在主政方面颇有天赋。报告。进。少帅，成军已经停止进军，驻扎在江北。他们送来了这个。下去吧。看来这石不算还真有两下子，居然可以劝和慕容辰。这么说，如果接下来只要我们抓住了易连胜，就可以促进和谈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是石不算。我知道是石不算，他怎么说的？他以后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。没错，从此世上就没有石不算这个人了。那这文件上是怎么说的？3天之内交出凶手易连胜，否则兵发江左，玉石俱焚。你们不用扶我，让我自己试试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不用扶我，走开，出去，出去，快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以前你大嫂在的时候，我可以完全依赖她。如今大嫂走了，我才知道自己给她的负担有多重。我虽然瘫痪了，但是最起码学着自己站起来。你看，我找人做了一副拐杖，
最起码可以支撑着我往前走几步。对了，慕容晨那边有什么消息了？刚刚接到了电报，让我们3天之内交出二哥，不然会师将佐。我想，即便交出二弟，他也一样会打过来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这一点，慕容晨他自己也清楚。是啊，如今看来，只能拖一天算一天了。慕容晨他也是想要谋天下的人，这么多年他按兵不动，想必也是在乎民众的眼光。想要动兵，总得有个理由吧。还有，大哥，还有其他的消息吗？说呀，三弟。是。三弟，你替我念吧。念。离异之后，双方恩断义绝，各切根蒂。从此脱离夫妻关系。嗣后，男婚女嫁，各听自由，两不干涉。好一个恩断义绝，好一个各听自由，两不干涉。好啊，大哥，我现在就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寄回给慕容晨，我看他能怎么样。不用了。自从你大嫂走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会是今天的结果。给我吧，给我，为了你大嫂，也为了我。大哥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三弟，虽然你大嫂是个传统的女人，可是她精通诗书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你看这字，字迹潦草，歪歪扭扭，就连她的名字，笔都断了10几次。这不是她自己写的，是别人抓住她的手，一笔一笔添上去的。你大嫂终究还是放不下我呀。可是在我看来，能看着她平平安安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呀。三弟，这只怕是我和你大嫂最后一次头挨着头，肩并着肩了。你就让我写吧。看来这慕容晨是铁了心的要打过来啊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啊。商量？慕容晨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现在死了，能给你时间让你去抓凶手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
傅先生，你老拿着那破照片看什么呀？你能看出什么来啊？啊？饿了。饿了？嘿，老姚，你听见了吗？他说他饿了，他拿着死人照片，他跟我说他饿了。不是我饿了，是慕容晨饿了。如果慕容峰没有死，这联手的局面绝对不会破。但是现在慕容晨想要进兵江左，势必会从政坛入手。其实我早就料到这一点了，所以我已经花重金买通了10几个亿元。哼，这下倒好，银子白花了。慕容晨现在带着成军，直接压在了江北，他根本没想跟我们谈判，他就是想用武力统一江左。是，但这次慕容晨他挥师南下，拿下的很有可能不止一个江左，恐怕连李大帅还有天盟会都可能自身难保。这眼看1天就要过去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抓着。要是再抓不住易连胜，就只能把易连凯绑了，给慕容晨送过去，好拖延几天，让大帅早做准备。不行不行，人家三少爷什么都没干，你把他送给慕容晨去解恨，这三少爷多冤呐！父债子偿，夫债妻偿，兄债弟偿，这自古就这规矩，有什么冤不冤的？你根本就不知道。这易连胜跟易连凯根本就不是亲兄弟。据我所知，这易连胜的亲爹是当年江左的那个吴胆，是易家的六爷，既不是同胞同胎，又不是同父同母。你把三少爷送过去，还不如把大少爷送过去呢。哎，我说老姚，哎，你怎么总替这易连凯说话呀？啊，动不动就三少爷长，三少爷短的。要不是你跟着李大帅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我真以为你就是易家的奸细。哎，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易连凯已经不是你的女婿了，你干嘛总担心他呀？你以为你把三少爷送给了慕容晨，他就解恨了？夫君现在是群龙无首，只有三少爷才是易家的顶梁柱，只有他才有机会把夫君重新集结起来。你这个时候把他送给了慕容晨，这不正中他的下怀吗？只有把他留着，我们义军才会有机会跟福军联合打上一仗。其实姚师长说的很对，还是应该先抓住易连胜。现在慕容晨他停止进兵，只是对外界放的烟雾弹而已。他就想依着局势、地势，重新制定战略，制定谋略。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借坡下驴，抓住易连胜，把他送过去。这样一来，就是一个让他停止进攻的最好理由。哎呀，我说傅先生呢，你说的这个跟真的似的。我们的人抓了1下午了，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到哪儿去抓呀？抓不着人其实是方法不对。就比如说啊，这飞着的飞蛾，你要想把它抓住，其实很难。但是，如果你把火鸡给打着了，它自然会扑过来。可问题是，谁是这易连胜的灯火呢？范烟云。你不去城里督着搜查，来我这干什么？我有事要跟你谈。还有什么事情，比平息慕容晨的愤怒更重要？我就是要说这件事。现在想要抓住易连胜，无非2个方法：第一，敲山震虎。可是现在我们满城搜捕，并没有发现他的影子。那看来这招根本不管用，只是在浪费时间。所以只剩下另外一个办法，就是请君入瓮。你要干什么？也许这就是宿命，或者是诅咒。咱们师门之间可能只能相互利用，斗个你死我活。现在想要抓住易连胜，唯一的方法只有一个：咱们的师妹。
为了抓住叶连胜，你竟然用烟云来做诱饵。这种卑鄙低劣的手段，我是做不到，只有你能想得出来。易连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装圣人？万一你一念之差，那是要害死成千上万的人。今天这里还是一座城市，也许明天就变成一片火海。反正现在我们是骑虎难下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好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：如果你伤害到了烟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这点你大可放心，他是师父在世上唯一的姑血，我定会保他安全。你来干什么？二嫂有孕在身，我给你炖了碗汤，补补身子。你就别在这假惺惺装好人了。我看你是来害我的吧？我怎么会想要害你？我之前那样对你，你就不恨我吗？二嫂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给自己塑造了一个仇恨的牢笼，而我已经飞出去了。我飞出去以后才发现，曾经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，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，盘算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算计，但是最后才发现，最累的还是自己。二嫂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秦桑了。现在的秦桑会宽容，会放下，会爱。你也用不着担心我会对你们母子做什么，因为你们现在如何，将来如何，跟我秦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秦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。你给我出去！你再也不要进我的房间了。二嫂，你现在也是有身孕的人，就不能学会放下吗？你可以骂我，可以恨我，但是为了二哥，为了孩子，你多保重。秦桑，你不要再装样子了，你骗得了别人，你骗不了我。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我马上去叫人。慢点。二嫂继承了范先生的聪明，也继承了他的倔强。他只想着用自己的命搏一把，却没想到他的命早就已经不在自己手上了。何止是他呀？我们每个人的命都和江左联系到了一起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曾经以为我们可以离开这里，但是后来发现太傻了。哦，没什么事儿，可能啊，你最近吃了些寒凉的东西。
这些日子我吃的东西都是由专人送过来的，而且菜样也和之前没有多大变化。难道？兰博，你竟然利用我！看来这局算是又白做了。他真的扔下范烟云，一个人跑了？应该是。我以为易连慎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，有西楚霸王的风范。哎，没想到到最后，还是那个为了逃跑，把老婆孩子推下车的刘邦。西楚霸王又能怎么样啊？那最后不还是四面楚歌吗？可那刘邦呢？成了汉高祖，开创了大汉盛世。这易连慎呢，确实是脱胎换骨了，抛下了所有的儿女私情。看来，他现在成了易继培最理想的继承人。不过现在什么事都已经晚了，就算是你再想保他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引火上身。一会儿去3号病房看一下，看病人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好。二哥，有埋伏。这是芙蓉才设的局，目的为的就是抓住你。今天有要务在身，我们下回再聚吧。走吧。走。站住！怎么了？刚才那人谁啊？我的一位同窗好友，好久没见了。我说今天有要务在身，不便相聚，改日再聊。同窗好友。快坐下，雨萍。怎么了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看我呀？你爹呢？嘘，我可是祈祷了1000遍，我爹可千万不要出现在易家啊！你做了什么事啊？还要瞒着你爹？秦桑姐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找我帮什么忙啊？还搞得这么神秘。不过你爹的势力现在可比我们易家更大，你怎么不找他呢？这件事情可千万不能让我爹知道，也不能让我爹的副官们知道，不然的话，他们肯定会杀了他的。他？男人？原来我们姚四小姐也有情窦初开的那一天呢。看来啊，你是遇见心中的英雄了。我以前读过很多书。书上总是写关于一见钟情的故事。书上说，一见钟情的滋味，就好像心头突然多了一把火，烧得人浑身燥热；又好像手里握着一块冰，冷得全身颤抖。我以前一直不信，可是自从见了他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种滋味是那么的奇妙。在益州那么久都没有碰到心上人。来抚远就碰见了。不过你这也真要感谢你爹，要不是他呀，你这缘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。说的是啊，姐姐，你以前告诉过我，爱情总是稍纵即逝的，一定要在得到他的时候狠狠地攥住他。姐姐教我的这一招啊，我学得可好了。所以，你现在是瞒着家人偷偷跟他交往的？
不怕姐姐笑话，父亲一直想让我嫁到高门大户，后来见了三少爷，又想让我嫁个大英雄。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啊，就是这个人。但是我知道，要是我告诉父亲我喜欢他，那父亲不仅不会同意，说不准还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来呢。恋爱这种事，本来就讲究缘分。不过要是有家里的阻力，倒确实麻烦。大不了我就脱离家庭，还可以远走外洋，让他们都找不到我。那是最后的退路。事情不到没办法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出此下策。所以啊，我才想请姐姐帮忙，能不能帮我跟易少爷说说，让他做个中间人，先跟我爹透透底。要是我爹给你们个面子的话，那就太好不过了。可万一情况不妙，我也好赶紧想法子呀。好，妹妹的忙我当然愿意帮。不过，我倒不是疑心你的眼光啊，我是怕你上了别人的当。你还这么年轻，遇上那些骗人的，免不了要吃亏。而且这个人长得如何，性格如何，我呀还要亲自替你把关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姐姐，我懂你说的意思。不过他现在不能出门，但是我可以带姐姐去见他呀。不能出门？在我心中，您就是一座山，一个巨人。有您在，家就在，江左就在，我可以不用为任何事情担心。可是如今，您倒下了，我们兄弟竟然束手无策，简直是不堪一击啊！爹，您在多少人眼里都是铁血无情的大帅。可我记得您第一次教我挥剑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人还没有见高，但您非常耐心的一招一式的教我挥剑。可如今我可以随意的挥剑了，您老却倒下了。今天我们要像从前一样，在你面前商量一件事，一件很难抉择的事情。爹，我今天遇到了二哥，但我把他放了。您一定在心里骂我优柔寡断吧？三弟，你知道吗？你放走了二弟，会给江左带来多大的祸患？大哥，我当然知道。二哥今天偷偷跑去见二嫂，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头上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，可他站在那儿的背影，我一眼就认出来，他是我二哥。我们做了20多年的兄弟，我能认不出来是他吗？当我抓到他的时候，他抬眼的那一刹那，我发现他黑了，他也瘦了。你可以先绑了他。你叫我怎么绑？他是我二哥呀，大哥！我能用我二哥的命去换其他人的命吗？可是，你放了他一个人的命，就会搭上整个江左所有人的命。大哥，你说的没错。可是，在我眼里，他们都不是跟我活了20多年的兄弟啊。父亲曾经说过，兄弟之间不能相残，不能相杀。
你我兄弟三人也曾立下过亲兄弟只争抢不伤害的誓言。可是抓不到二弟，傅荣才那个小人就会拿你先去压慕容晨的火。到了最后，他们压不住慕容晨的欲望时，整个江族就会生灵涂炭呢。那大哥，我问你，如果今天是你遇到了二哥，你会亲自把他送出去吗？大哥，我叫了他这么多年的二哥，他叫了我这么多年的三弟，仅仅几个朝夕，让我忘掉这20年的过往。大哥，三弟做不到。